30年前，也用北京的2间房子放了一块大直医院，没想到现在一下子升值几千倍，这我瞬间变成富二代了。哇塞，你这个医院确实不简单，这个是比我们常见的冤大头大一圈医疗嘞，而且是样壁里边的大名誉品，丰田规模医疗。这如果对的话，这价值确实可观啊。虽说我对医院不懂嘛，但是我感觉这医院是不是荒废了？你看这边上有很多都是生锈了。这不叫锈，这种是医院中的环材包浆。你看中间翻白，是呀，这两面这都是环材包浆。这种环材啊很难形成，真正的环材有些比医院还贵了。30年前应该没这种医院吧？我看你这个品相状态挺好的，说实话，就是这个环材啊有点太假了。我感觉着也不太舒服，都怪俺老太爷啊太真性了啊！这医院啊天天装衣服兜里，这上面粘的啊都是他衣服上的灰。这种环材还真不是衣服上的灰啊，因为这个银子它是属于容易氧化的物质，你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它都能生成包浆。我跟你说句实话啊，那爷30年前用北京的2间房子换过来一个这个医院，这是属于严重的巨亏。现在北京2间房。这可不少值钱啊！哎，那都是30年的事儿了，具体能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。但是啊，医院我知道现在能值多少钱？现在得上千万了吧？上千万还是有了。前2年那个拍卖记录好像是2000多万吧，而人家都是乳皮盒，而且啊还有高分。但是你这一块是裸壁，虽然说品相好，但是和那种带分的比着啊，真是相差甚远啊。其实我要求也不高，能给1000万就行了。毕竟现在挣钱也不容易，而我这又不带什么盒子。像这种裸壁大针样壁啊，不入盒确实不行。你想想，第一没有评定公司做担保，第二没有参考的分值，很难有一个具体的价位。别人出那么多钱，要么投资，要么玩，连真假都保证不了，你说别人买回去干啥来？我就猜你们这些实体店啊给压价了，所以我来的时候啊，我已经找人给估价了，少1000万我还真不卖。这个实体店没有你说的这么压价，一般的东西啊，只要好东西到哪都是好价钱，除非有人不识货。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丰田规模医疗，丰田其实指的就是现在的东三省。在过去啊，它是龙兴之地，常年大部分时间由于都是冰雪天地，由于是清朝的朝奉之地，经济不太好，常见的都是那种小银号，要么就是中原，而大一号的银元就很少。而你这个是一两，过去清朝啊，那时候有元两之争，因为咱们银本位是两，自从西方的银元过来之后，就变成元了，72分。所以说你这种样币未发行。既然是未发行的样币，所以说它这个存世量就少。基本上现在有很多这个银元啊，都是评级如何看分参考价的。而你这个状态，实话实说，我看着不太行，尤其是它的环材包浆，这一看就是做上去了，这状态壁面压力也不太好，边齿，这都是咋说啊？整体划一，我感觉是一块真银假币，300块钱一大管。你别胡扯了，不可能是假币。30年前就没有假币。你不能说你收不起就说它假嘞，你没有根据。这个实物状态就是根据，造假自古以来都有。以前军阀造假是老假，有的用银子，有的不是用银子。而你说30年前是90年代，那时候啊就已经有真银假币了。而你这个壁面还行，就是压力不行，所以说是假币。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，说假都是假的嘛。既然是假的，为什么网上有人给我出1000万嘞？那既然我能看出来是假的，那如果还有人给你出到1000多万，那想都不用想，那都是网上估高价的骗局。你这个环材啊是可以洗掉的，属于假材，放30年的银元也不可能是这个样子。我建议你啊，多去实体店转转，先看看真假，以后再说价钱。我觉得不假，没必要再让你们看了。我还是老老实实卖我的1000万去吧。好吧，那好吧。本来啊，我这生小孩一场大喜的日子啊，没想到被俺岳父给搅和了。咋了？我还以为他过来了，他咋着不带给我分个4、5千的红包吗？啊，结果给我弄这么一个破烂玩意儿。喜得贵子确实是大喜的日子，你岳父送给孩子的这个是大汉伏笔2角，你可不要小看他个头小啊，这乳皮盒给的可是真金白银的分啊 ，XF45的含金量比 A6的分壮实。这底板这一看都是原汁原味原状态，两面你看这都属于全身的。那岳父给你的时候没告诉你价值吧？这绝对比那个5000的红包实在啊！
实在个锤子在这，俺岳父一辈子都抠抠搜搜的，挣钱挣的有那么多，就是对自己人不舍嘞。你按理说吧，俺媳妇儿给他生个外甥你给5000块钱，给3000种啊，是不是？你说给这个不当吃不当喝嘞，有啥用啊？看来手上常在手上。你这个大汉二脚是那岳父送给孩子的手上，听你的意思啊，不如给现金划算。看出来了，你还是对那岳父有误解。现在有钱人啊，他们考虑的是很长远，眼前给你3000、5000来，你这转手都花到其他地方去了。这送给你这么一个收藏品，说不定等孩子长大以后啊，到时候变现的话，还真是有一个惊喜。你可拉倒吧你！这俺妈看到俺岳父拿着一个小硬币，直接气得直跺脚说还不如一个外姓的朋友嘞，人家好歹还拿个几百块钱嘛。哎呀，这哪是硬币呀？别人不懂也就算了，那自己人还嫌弃自己人，你这当女婿了就说不过去了。那岳父有没有经济实力，别人不知道，那你还不知道吗？朋友给你随几百块钱的礼，那有啥用啊？将来别人办事你还得随回去。那岳父送给你的这个大汉二角银行，这可是真是你的了。说实话啊，这玩意儿我还真不稀罕呢。咋？他们家那么有钱，你说都给俺送这么一个破硬币，分明就是看不起我，你说是不是都这意思？如果真值钱的话，我回去我都给俺媳妇离婚。哎呀，你看你还真是一个倔驴啊！这不值钱跟那媳妇有啥关系？这都不好意思说你了。这可不是什么硬币，这种是过去民国那时候的小银号。这种大汉系列钱币啊，其实是属于四川地方军阀币。我们常见的都是大汉1元，和袁大头那个个头大小差不多。你这个大汉比这个袁大头发行的早，当时四川西北那边流通。大汉1元和5角发行量大，而这种1角、2角发行量少，2角比1角更少。好品相同状态嘞，甚至有的能贵一半。物以稀为贵嘛。越少的东西放的时间越长啊，将来肯定是越抢手，因为银元数量它固定就那么多，所以大汉2角啊是正儿八经的稀缺币。而你这个你看入的是皮盒，能给到你45分，典型的原味状态，壁面可以清洗啊，你可以看到全身打，几乎没有什么流动痕迹。这好品相、好包浆、好状态，自然也有一个好价格。目前我就给你轻轻估估吧，4、5万。都这东西管值4、5万吗？对。就这一点点银子，它能值好几万？你是不是看出来？它就是白金，它也不可能值这么多钱嘛。哎呀，我给你详细的介绍那么长时间了，你这还给我打马虎眼儿？那岳父有没有这个实力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。银元银毫并不是看大小跟轻重的。再说了，白金现在还没有黄金贵嘞。我不是有点不相信吗？这惊喜来的有点太突然了。我就觉得俺岳父吧，他不是那小气的人。对，4、5万给你吧。可以啊，回家之后啊，好好的对那媳妇儿，给你生了个儿子，那岳父又转手给了你好几万，这绝对是惊喜中的惊喜。东西我给你留下了，等会儿给你拿钱。另外呢，再给你封个红包，祝你喜得贵子。你给我拿来吧，我感觉这个东西啊，不要你的红包我不卖了，我是给俺留着嘞。那好吧，好吧。19万买了一辆2手宝马车，没想到车上居然给我留下了20多块带笼的银元。你看这一块值不值500？带笼的银元500一块买不到吧？这个买车还送银元，还有这种好事？来，我看看啥样的银元。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在车头下面发现的。反正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今天找你看看。你这全是评级如何的银元，而且这全是北洋龙，这搁着盒子看，这银元状态真假没问题啊。前两天我朋友那有2个，这个打电话又给我要，所以我来鉴定一下。鉴定真假的话，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包浆，即便不入盒，真假也不用质疑。这银元状态都非常漂亮，不只是长尾龙，我看里边还有短尾。这都是清一色微下水的状态币啊！拿这个送朋友啊，你还真不如啊物归原主。我为什么要物归原主？这些东西都是他不要的应该也不值啥钱。不然也不会落在车桌下。如果真值钱的话，我朋友该告诉我了。你这正好两样都说错了。这么漂亮的北洋龙啊，不存在遗忘。第二，那朋友也没告诉你它本身的真实价值。
我也不懂音乐，想要拿2块回家玩，我一下子要这么多也没啥用。我知道你不懂音乐啊，确实要它也没啥用。有一个问题你得想清楚，你10几万买了一辆2手车，这车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啊，原则上都是属于全车主，你不应该擅自做主，把别人的音乐随便送人。最主要的这些东西不值啥钱，如果真值钱的话，他该拿走了。你说这银子也不贵，应该是我买他的车，他故意送给我的。你这人就是爱抬杠了。第一啊，音源不是银子价那么便宜。第二，买车不可能送给你这么多音源啊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在我手里面都是我的了。他打电话我也不会给他。你这话说的都不够一句了。你买一辆2手宝马车才10几万，你知道这一盒皮盒的北洋龙能值多少钱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就对了，说出来估计得吓你一跳。至少恁朋友那俩你还得要过来。不值钱的东西我再去给他要过来，还不够丢人的。你得看看值多少钱吧。行，我给你来随便估一下这些入盒的啊。先说一下这些入皮盒的，单说这20个北洋龙的平机费，这一个是310块钱，20个算下来不连快递费，正好是6200。乖，这外面这盒子是镶金边的吗？镶金边倒是不至于，因为你对音乐不懂。基本上玩皮盒音乐呢，大多数都不在乎这傻瓜2招的平机费。PCGS 的盒子平机币啊，主要是玩一个状态，别的不说，就你这10几块音乐的状态，这都是原味为下水的。这种好状态原味的品相比较难遇。而你的呀，甚至里边你看这还有带分的，毫不夸张来说，这些40分状态的。笔面你看，这都是全身打，这放以前啊都是1万多的东西。你这几块状态都挺好，原味带分的，现在的市场价在1万左右。一块能给1万？对，你这不是逗我的吧？没有逗你玩，1万左右啊是这些带分的北洋，还有另外一些92、97的这没分的状态也都是原味。按现在市场价估的话，一个大概在5000左右吧。乖，你这样说的话，这20块，也得值10几万了。那对。这不太现实呀。所以这个价钱估完之后啊，你这感觉不太现实就对了，因为你对音源不懂。这20块音源算是别人往进拿了，怎么可能存在买一赠一呢？既然你现在也知道他们的价值了，你也别装迷，抓紧时间把那2块给恁朋友要过来，赶紧啊联系这个原车主，这个物归原主才是必须的。我说这2天他怎么给我打电话？原来这音源这么值钱。对，好，谢谢老板了。没事，还拿回去吧。这一次可把我气坏了。俺弟结婚，我说给他存5000块钱，俺弟竟然嫌少，没办法，只能把音源卖了筹钱了。你先消消气儿，只能说明你这个弟弟啊太不懂事了。5000其实已经不少了，来我先看你啥的音源。我感觉也不少了，不光我弟嫌少，连我妈也嫌少，直接都给我下指标了，最低得拿2万块钱。碰见恁弟跟恁妈啊，确实让人很无语。好在你这几块音源真假没问题，差不多能帮上你的忙。我这是背着俺老公拿出来的，你给我看看里面有没有值几万一个的。这10块音源，这基本上都是常见的冤大头，还有北洋龙。好在这笔面上，这都是无戳无伤的状态。这没看到音源有特殊的版啊，这谁告诉你这一个能值几万呀？俺老公说的呀，他说这些100多年的东西了，现在市面上很少见，哪一块拿出去都得能卖上万，因为没有音源的人家太多了，他们想买就得掏那么多钱。恁老公说了也对也不对，家里边没音源的确实多，他再是100多年的东西，对吧？现在每个币种啊，它都有一定的市场价。我也怕不值钱，所以一下子都拿回来了。该不会是俺老公也不想让我给俺弟拿钱吧？如果不想让你拿钱啊，根本就不会给你拿这些银元变现了。弟弟结婚啊，当姐的肯定要拿钱。我没想到恁弟竟然嫌少，恁妈在后边也给你压力。看来恁娘家人啊，应该是遇到啥困难了吧？确实是遇到困难了。俺弟结婚啊，下彩礼、买房、买车，花了不少钱，也给别人借了不少钱。最主要是俺这个弟妹啊，爱攀比。他结婚，他姐都拿2万，我也必须拿2万。那这样说的话，彼此理解一下就行了。毕竟人家姐对吧，拿2万，你拿5000，显得确实有点小气。我生气就生在他们这个地方爱攀比，把我老公气的也没话说。确实，恁老公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当姐了多给点也无所谓，毕竟恁弟弟条件也不是太好，拿2万就拿2万吧，
反正恁老公家里边这家传了有这银元，这不是给你给这撑着腰了吗？还好有这10块银元，你赶紧给我算算，能卖几万吗？卖几万确实有点难。你主要是把这些银元啊，看来是太过贵重了。你这10块银元里边最值钱的，就是你这2块北洋龙。哎呀，我看一下，你这只可惜啊，是2块长尾龙。这个34年的北洋比较常见，之前的卷3骑士、艺术字、开云、连珠版，这些版你这俩都没有。2块的话，一块小只，一块常见的普通版。小只版和普通版的价格是一致的，所以也没什么区别。这个品相的话，也算是通货吧。好在2块北洋龙的龙鳞还都不错。2块给你估价的话，也就5000多块钱。2块才给5000多？对。我还以为1块能值几万嘞，这卖完差不多也就2-3万嘛。说实话不到2-3万，你这剩下的这8块袁大头就显得更便宜了。第一，这里边没有之前的8年，普通的9年也没有，都是常见的3年、10年。另外8块里边也都不带版，带版虽说和不带版有价格差异，但是这个价格区别也不大。好在你这笔面都无戳无伤，现在市场价一个也就1000左右吧。你这是越估越少了，我还以为随便卖2块，够我给俺弟随2万块钱彩礼了嘞。你不会是看我急用钱在压价吧？你不要多想，绝对不存在压价之说。你的这些银元啊，这都是常见的币种，因为现在价格也比较透明。一块你别说压价了，一块能戳100-200，这10来块就戳1-2千了，这还得了？这传出去啊，非得让人家看我们的笑话。那行吧，先给你吧，以后有钱了再买10块回去。那行，先应应急也可以。我结婚，俺同学送给我1块银元，他说可以当什么传家宝，我咋感觉像忽悠我嘞？这个结婚送银元寓意挺好的，具体能不能当传家宝，得看啥的银元。来，我看看啥的。我看这颜色怪怪的人家银元都是白白的，他这看起来黄不拉几的，我老公直接说是假的。你这个是典型的还财宝匠啊，假倒是不假，这银元这都是一眼开门的。不假，我看这颜色也怪怪的，就像刷了1层漆一样。这哪是刷1层漆，这分明是银元自然氧化的包浆。你看皮壳给的是 AU97，这种包浆你一看着别扭，在我们眼里啊，这都是最好的包浆。你这还是一块9年精发，送给你这个银元可以当传家宝。你说的怪轻巧，我老公家以前也有，他说好像也就几十块钱一个吧。主要是外面的这种颜色，越看心里越难受，就像掉粪坑了。你主要是对银元不懂，这是银元的五彩包浆，并非什么掉粪坑之类的。我老公说不值啥钱，我这心里也难受啊。哎呀，跟你说实话啊，几十块钱一个的银元现在也买不来，几十块钱一个的价钱，那是几十年前的市场价。你现在按银子价算，这一个银元也得100大几，但是你这银元又不是有瑕疵的，这么好的包浆，又已经平你入盒，而且还是一个好版酒精，肯定是能值钱的。说实话吧，我这个同学啊，心机有点重。平时嘞又喜欢赚别人的便宜。我总感觉啊，他想忽悠我。前几年他结婚的时候，我给他1000块钱。礼尚往来很正常。你这结婚，他这也不是给你1块银元了吗？他陆陆续续生2孩子，我又给他拿2000嘞。哎呀，拿多少钱都无所谓，你将来生孩子，人家肯定也要给你随份子。按照咱们这边的规矩，只要人家不少给你拿钱就行了，你也不要把别人啊想太坏就行了。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那你帮我看看能值多少钱吧。哎呀，我感觉啊，你这也不吃亏，因为啥呢？这个银元状态啊，它在这放着嘞。不吃亏就行，万一吃亏了，我在心里难受好几天。绝对是不吃亏。被你不看好了这个包浆啊，正是你这块银元的优点。一般像这种带彩的银元，现在很多人啊都特别喜欢收藏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少啊，物以稀为贵。一般100块里边，说实话，常见的银元像这种带彩的，它只有1块。你这个彩，而且比较特别，你看这原像这一面，它这个彩分布的比较均匀，嘉禾这一面，你看它又是幻彩，算是可遇不可求的状态。
另外，你这也不是一块普通的这个冤大头，9年的精发。精发呢，主要是看它这个发丝，哎，你看你这个发丝可以说是钢丝发，一根一根的，看得很清楚。壁面整体也没有特别的流通痕迹，虽然说皮核没给分吧，但是97的状态啊，比我们常见的92要强太多了。你按照目前的状态，我给你估价的话，4000块钱还是有的。4000，对，听到你这估价我就放心了。你都不知道，我老公天天在家嘟囔我，说这是假银元之类的，我都对俺这个同学啊产生质疑了。产生质疑啊，完全是因为你们不懂，你可以找这个专业人士啊帮你们看看就放心了。另外，像你们这都是同学一场的关系，那同学也不可能忽悠你，完全啊是你们想太多了。那同学说的没错。这个银元的状态究竟啊，说实话，我看这是各方面都不错，给孩子留着当个传家宝，随时随地不想留啊，说实话都可以随时变现换钱。这个冬天盒子比较脆，拿的时候啊，千万别摔着碰着了就行了。那中，谢谢你老板啊，没事。这一次不发财都难了，这一不小心啊，俺婆婆送我一块房地用过的银元，没想到一下能值几百万。你这个是龙凤一角小银号。并非是什么皇帝专用银元，确实是老包浆老味道，虽说平时不常见，但也不至于说几百万啊。刚开始我都没想过能卖几百万，但是现在有人说这个包浆好，优点比较多，反正说的太多我也不懂。包浆确实不错，优点细看的话算是原汁原味吧，因为银号个头小，极少磨损，也不是值几百万的理由。状态包浆只是来评判一块银号的标准，具体能值多少钱啊？完全取决于它的发行存世量。这银号哪来的？这是个10几年前我结婚时候婆婆送的，当初我嫌弃它小，还嘲笑说没啥用，都往那一放都很多年了。确实个头不大。这种银号在过去就是伏笔一角，你看它上面写的很清楚，每10枚当1元。在过去10个这样的一角才换一块冤大头，因为它上面刻的你看有龙有凤，对呀，这个寓意很好，龙凤呈祥嘛，所以从过去到现在，大多数都用在结婚上，取一个好寓意吧。你说的太对了啊！10几年前我确实看不起它，现在这个价格我确实高攀不起，一定是皇帝结婚用的东西啊。皇帝结婚用的确实有一定的误解，或者说是有些专家以此来糊弄人，夸大其词。你看上面写的很清楚，中华民国15年，那时候啊，末代皇帝溥仪早就逊位了，所以说有些人说是皇帝结婚用的，这个说法站不住脚。另一种说法是皇帝用的也站不住脚，民国15年就没有皇帝了，这咋是皇帝用的？我就不管是不是皇帝结婚用的了，反正我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人，就银元上带的龙太少了，就值钱了。说实话，你这个如果是真银元的话啊，那确实是很值钱，只可惜你这个是小银号，你可不要陷入王婆卖马自卖自夸的这个白日梦啊。我可从来不做白日梦啊！你说我这块银元值钱了，那可是大名鼎鼎的广州专家，只能给我掏300万买走了呀！你可拉倒吧，他们说了300万买走，你千万别信。不信？难道银元是假的？首先，你这个小银号假到不假，这笔面拿上手，这都是一眼大开门的状态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说不值300万？最主要的原因啊，就像这种一角面值的银号，发行量大。真正值100万的是那种龙凤1元，大小重量和冤大头一样，因为它那种是属于石铸币，数量比较有限，所以才值钱。而你这个一角，广州的专家给你报300万，完全没有一丁点依据啊！像你说的包浆好，即使它是原味的，它也不可能升值几百倍啊！优点再多，无非也就是没有多少的这个流动痕迹。很明显，他说的这些话都是站不住脚的。反正你们是同行，有时候有地位也很正常。反正他准备给我出300万，你看你能给我多少吧？你不要混淆视听，完全没有任何诋毁。300万，他们也不会真给。如果说啊，这个能卖300万，说实话能找出来几百个，比你好的状态多了是。你不要太天真，网上专家的套路很明显，无非啊，也就是通过这个银号想忽悠你的鉴定费呗。以我看你这个龙凤一角入皮盒的话，应该在45分左右，市场价大概在1万左右吧。1万？对，你别闹了，人家给300万，你却估价1万。对，这我想给你这边的鉴定费也不想掏了。你误会了，
这个给你估个价，鉴定一下，并没有什么费用之说，举手之劳而已。这个因为这个龙凤一脚啊，是属于你自己家的东西，对呀，你千万不要有什么这个突发奇想，稳扎稳打，多找这个实体店，哎，问问价。实体店给的太低了，你说几千上万嘞，不如在人家300万面前塞牙缝来了。你可不能自己骗自己啊！我给你报1000万，你是不是更开心？关键是卖不掉，没有价值，这一点用都没有。最后还是劝你一句，不要一味的相信啊那个网上专家的什么报几百万，以免被骗了。你不会被骗了，我又不是山镇小孩谢谢你啊，老板。真没想到去巴黎旅游一次，竟然能见到国宝级的音乐，这一次实在是太开心了。果然是一块国宝级的音乐，这个是广东省造了双龙寿字笔，在巴黎旅游时买回来了，这真假就不用看了吧？必须是真的呀！我朋友是做黄金回收的，他咋说？他已经用检测仪检测过了，含银量89%。过去的老音乐含银量确实是9银1铜，你这个音乐确实是银的，因为壁面啊。你看细看的话还有留银呢，整体品相状态不错，就是做工有点不够细致，龙鳞这都有点看不清楚了。像这种寿字双龙笔啊，你应该知道它的价值吧？以前不知道，当时买的时候上网上咨询了一下，好像是上几百万的价。上几百万不行，这价钱你估的太低了。前好几年啊，有一枚寿字双龙拍到了3000多万。加上现在的溢价，恐怕大几千万了。加上你这个算是第3枚了。其实我要求也不高，卖个500万就行。毕竟当时买的也便宜，才100多英镑。100多英镑，这和人民币都1-2千了。1000多买来，想卖500万来的话，这可是妥妥的几千倍的利润了。你觉得这么高的利润现实吗？很现实啊！你刚才也说了，拍卖会上人家都卖几千万嘞，我只要500万不高啊！况且我做那个黄金回收的那个朋友他还说了，这确实是真的。哎呀，你朋友既然是做金银回收的，在金银真假方面可能比较专业，但是认识银元真假方面就比较欠缺了。因为银元不是说是银的就是真的，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那种真银假币，材质是银的。但不是老类，虽说你要价500万也不高，所以那朋友说的话啊，这个你也不必当真。你看你说的吧，那巴黎身处欧洲，人家肯定是没有卖假货的呀。看来你是对音乐不懂啊。现在是互联网时代，像这种手持双龙音乐啊，属于样币，在当时啊为慈禧太后祝寿而铸造的。现已知的存世量也就2枚，一枚在个人手里，另外一枚在博物馆里放着。而且那2枚啊还都是1两的，你这个库评7002分是1元。说实话，我今天是第一次见这种音乐，像咱国内未发行的音乐出现在国外几率不大呀。很大机会出现在国外，像以前八国联军的时候，其中有英国呀，很可能都是当时他们带回来的。你这种说法，也不可能不发生，因为我们经常说啊，老音乐都是一眼开门，而你这个音乐它不是一眼货。先说外边这种黑包浆吧，很浮，大多数啊都是做旧出来的，包浆是其一。另外这笔面这各种压力啊，也不是太好，因为这个它是过去的样币，按理说应该是全深达才对。你看你这个纸面还行，细看双龙这一面就差远了，明明没有流通过。你看它这个龙鳞都磨损了，这就是压力太差劲了。细看一下扁齿的话，看一下它这扁齿，这扁齿也是软的不行。依我看啊，也确实是一枚真银假币。真银假币是什么鬼？既然它出现在了巴黎，那它能值多少钱嘞？值不了几个钱，也就是一个正常的银价而已。真银假币就是用银子做出来的银元，属于仿制品吧，成本价在咱国内不超过200。果真拿到巴黎卖100多英镑，那就是妥妥的宰了你一笔。不会吧？我还以为捡了个大漏嘞，没想到漏没捡成，被别人掰了一刀。确实是这样，旅游其实就是出去玩的，你也不懂这里边的弯弯绕绕，对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啊，以后千万别再碰了。好歹也是1-2千块钱了，你现在想回本多难啊！那确实，那以后出去旅游，他说再好我也不乱买了。对，还拿着吧，这好歹也是个银子，留着玩吧。好。我这5年前啊，跟朋友一块儿买了一块银元，好像当时花了1万多吧。这时间长了，我都叫这事儿给忘了。5年前那时候银元啊很便宜，
你花1万多买，应该是一个好比重。来，我看看是啥来。因为我当时偷偷攒了1万块钱，想着时间长了，怕被俺媳妇发现了，就跟着俺朋友买了一块银元。你还真别说，你这零花钱买的是真超值，因为5年前的时候啊，银元确实便宜。你这还不是一块普通的年份的船样，21年，这是特别少见的上三角，而且你这个分值也特别漂亮 ，AU 58分啊，可以说在银元里边算是顶级的这个品相了。如果你早2年拿出来的话，这卖的价格这更喜欢人啊。俺朋友前2年见我卖了，叫我卖了，当时我这没在身边放着，我在外地回不来，正好孩子这不是准备结婚呢，我来请教你一下，一般送给孩子的礼物啊，不知道这银元是不是合适，别人会不会说我太寒碜了？孩子结婚送银元非常好啊，因为咱中国人喜欢一个圆满，你看银元谐音姻缘，寓意着圆圆满满，把这么贵重的银元送给孩子太合适了。这话要说了，这也不是一般的那个银元，咋可能会寒碜人呢？因为俺这个儿媳妇啊比较挑剔你就比如说吧，去给她买5金首饰她到金店都想不中黄金的，说啥黄金太俗净挑那些贵的，啥家 K 金了钻石了一口价的那个我就怕这银元她想不中。哎呀，现在年轻人想法都很多，选的这个黄金首饰啊，确实是越来越少，因为黄金戴起来啊，有很多时候不符合年轻人的这个审美观。而金店里边最常见的黄金首饰，说实话，它也不挣钱。卖那些 K 金啊，一口价更挣钱一些。说白了，你买首饰和送银元啊，根本没法比。说的更直白一点，就是你这个银元不便宜，能碾压所有我们常见的这个银元。还碾压，老板，你这词儿用的挺猛啊，但是我这心里还是没底气。毕竟这个银元啊，是我花1万多零花钱买的，我就怕他嫌弃，万一说这个便宜了，到时候都不合适了。我感觉啊，你应该底气十足啊。虽说你这是5年前花1万多买的啊，你把那个零花钱去掉就行了。但是你现在再去买的话，1万多可买不来了。最主要啊，是因为这个21年的传阳，它这个存世量太少了。传阳说实话发行量最少的就是21年，当时也就发行了很短暂的一段时间，因为它这个设计有问题，所以说后续啊基本上都给回收了。但是市面上有一部分啊没有回收掉了，就像你这一块，所以说就保存到现在。但是你这个传阳状态确实不错，我感觉你看你这两面基本上都带光。因为这个21年当时流通的时间比较短，所以说有很多人都保存起来了，就像现在我们做收藏一样，很多人放进来了，有的都当传家宝了。说实话，你这个状态确实是不错，我看了笔面都带光，而且这个恩和给分给的也好 ，AU 58分。就目前你这个状态，估价而言的话，现在市场价估计在8万以上。乖，这8万以上，这我这心里都有底气了。这个我回去我都给他。对呀，如果说啊，那媳妇儿想不中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银元卖了，再给他买其他东西。你并不是说一条道走到血，非得说他相中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并不是也是以价值高低来就喜欢不喜欢，对不对？老板，我跟你说吧，我给他知道给他说，这价值8万以上，他肯定相中了，肯定喜欢上了，对，是不是？这个价钱确实挺喜欢人的，现在年轻人都懂，价值越高他们越喜欢。是嘞，谢谢。没事。